Hi everyone. I've collected a lot of questions and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Moyu. And so today I have brought Mr. Yang here, who is with us, and he is the Director of Sales and Marketing at Moyu. And so he will be her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the different themes that you've brought up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you've given to us. So the first thing that really a lot of people wanted to know and hear about, especially in this more professional speed cubing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blind solving, is that because with the UV coated cubes, the logos cannot be erased, and there are no logoless taps which are currently provided with cubes. And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a lot of people wanted to hear about and see what going forward, what can be done for those who want to compete in blindfolded using those UV coated cubes which currently have logos on them. 很荣幸啊，在这里来为您解答这个问题。很感谢世界的摩友对魔芋的这一块的一个热衷。那么来自于三盲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如何去解决好这个问题？那么因为魔芋在魔方这个领域呢，它就是一个知名的一个品牌，所以呢，我们会在很多的魔方的中心盖上印上魔方的 logo。那么又有这样的一些比赛的这样的一些要求，不能够在整个魔方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文字或者贴纸这样的一些起伏不平的这样的一些赛区的要求。那如何解决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通过把中心盖这个问题来调整，就是相当于把印有 logo 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盖给它置换掉，没有 logo 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盖。那么我们的全球各地的这个赛手，他应该如何获得这个中心盖呢？在这一块呢，全球呢有很多来自于魔芋战队的队友，也有一些呢可能还没加入魔芋战队，但是呢也很热衷魔芋魔方。那么在这一块，我们会通过比赛的组织方，也就是去到赛场，我们给予一定量的一个配给，那么在这一块进行相关对应货号的中心盖的一个置换。所以说，届时呢，这些个要比赛这个三盲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我们的魔友要向这些组委会先提报他使用的是我们魔芋哪一款魔方的产品，那以便于我们向主办方去配套这样的一些物料，譬如魔芋的 V9啊，或者是超级威龙啊，或者是 V2啊，或者是 V5啊，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一方面的一个配给，来满足整个比赛的一个要求。所以基本上是那些主办比赛的可以向魔芋来申请一些这些中心块，然后这样子在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分配一些中心块，然后这样子比盲领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没错。但是这些也是不能卖的，就是这些是这些呢，因为呢，目前的魔芋在这一块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优秀的一个赛具，那么市场上也有一些良莠不齐的这些产品，它也有一些要仿冒魔芋的也有，或者说它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的 logo 才能够展现这个魔方它的身份，它是来自于哪个品牌商所制造的。所以呢，来自于赛区的这一块，我们都是会打上我们的 logo。就像很多大型的运动比赛，你看像 Nike 啊，或者是阿迪达斯啊，那么很多呢
在这些赛事上它都会有他们的 logo， 只是来自于咱们魔方，尤其是来自于盲领这样的运动，它的一个特殊性，对，所以必须在这一块呢去满足组委会相关比赛赛制的一个要求，来进行这一块的一个配套。对，这个其实盲领不能用 logo 这个规则，对于魔方厂家挺尴尬的，哈哈，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了。是，但是呢，我们就只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以展现比赛的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满足比赛的一个要求。好的，谢谢。So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a lot of people also wanted to maybe see if there was any information about Moyu's plans in the future for maybe different types of new cubes, because of course everybody is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they'll be able to try in the future, and of course have used Moyu cubes in the past and are always excited to see what's coming up. So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can share with us about what kind of plans you have for new cubes? Maybe going for cubic cubes, any new models or any new technology, and then maybe also if there are any different types or completely new cubes that you're doing? 很开心来回答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来自于我们对2024年魔方新品的上市，包括对于未来一些性能更高的一个魔方的一个解答。那么未来的这一块的一个新品呢，我们将在现有的这些产品的性能的基础上继续升级，通过更好的这样的一种球轴结构加磁力的这样的一种结构，来使魔方的正容错、逆容错，包括回位这一块更加的合理、科学以及便利，那以此来满足广大魔友的这样的发挥更好的一个魔方复原的一个速度和水平，来创造更好的魔方奇迹和更好的成绩。那这些提到的这个新技术，它主要应该是用于3阶魔方，还是其他的魔方会不会也用这个新的技术升级？在魔方的这个领域当中呢，应用量最广的就是在3阶魔方。那么其他的魔方，譬如4阶、5阶这些呢也有，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块目前呢是着重来自于3阶魔方的这一块的一个升级。4阶、5阶的这一块的结构，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研发的再升级的一个过程都有。那在24年，能不能可能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24年的时候可能一些小计划啊什么的，还是这个也还到现在还是在研发阶段，就不太好说。现在已经有4、5款新的魔方已经在开模，对，已经在实施了。那么我来大概透露一下，譬如在这个魔方当中呢，这一块是正容错那么这一块，那么我们会把整个魔方在这一块的整个顺滑程度，它的容错的这样的程度会大部分的一个提升。我大概只能够从技术方面它的一个效果来做剧透，但是呢，至于里头的整个结构呢，我到时发布的时候，再来披露。那这个是我们在24年的时候可以期待的一个发布是吧？对，现在已经模具展开了，已经有4、5款产品已经在着手在有新的模具在开发了。然后魔芋现在到现在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它不仅仅做3阶，它其实多样化也比较大。是的，魔芋的产品呢，它的一个产品特点呢是什么呢？来自于多个维度
第一个，产品的款式丰富，从2阶、3阶、4阶、5阶，去到21阶啊。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从普通的魔方去到磁力的魔方、磁悬浮的魔方、球轴的魔方、球轴魔域网的魔方，在这一块还有 AI 智能魔方，那么还有很多的异形魔方，所以魔方的品种相当的丰富，能够更好的来满足广泛消费者的不同层次、不同技术的一个要求。那在24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能多样性的一些魔方也可以期待发布？还是这个到现在也还是没确定？不，在研发计划上呢，这些都有的。我刚才说的那个4、5款新的魔方呢，就来自于3阶嘛。那么其他的魔方，我们也在着手在研发开模当中。好的。So the next question that I have a lot of requests about, a lot of cubers are curious about the number of 3x3s that have been released lately. So in 2023, there have been a large number of 3x3s with all kinds of different versions that have been released as well. And a lot of people were curious to hear what is Moyu's strategy behind this and how come there were such a large number of 3x3s that were released in 2023. 来自于魔方的这种推出初心啊，也就是说，像2023年，魔域在这一块推出了很多的新款的3阶魔方。那么这一块呢，主要是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收集到很多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这些个魔友，他们有不同层次的一个要求。这个层次的要求有来自于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价位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呢，您会看到啊，来自于今年我们从高端的魔方，从超级威龙V9、V2。然后呢，还有来自于近期所推出的 V5。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把魔方分为这些普通价位的和比较高端价位的，大概可以分为这2个端口。那么在这一块呢，它的性能包括结构呢，它里头也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一块呢，就是为了满足广泛的这些魔友，他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获得更适合自己的一个魔方产品。All right, and so for the next question, so Moyu's name is very well known amongst cubers. But especially abroad outside of China, it's not really a name that you can see anywhere else if you're not already immersed in the cubing world.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Moyu sells a very, very large number of cubes to a very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s. So can you talk maybe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how many cubes that you sell and where you sell them and what kind of customers that you sell the cubes to? 在这里啊，首先呢要感谢世界的这个魔友对魔方这个品牌的一个认可和全力的一个支持。那么在魔方这个领域当中，魔方的一个初期的一个市场，它是以玩具进入这个市场。那么其实呢，在魔方当中呢，玩具的魔方呢，它的性能就比较普通，
那么很多的魔方的爱好者，他把魔方玩得很溜，而且呢，能够把魔方，玩的速度也相当的快，那么就对魔方有新的一种要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赛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玩具跟赛具两种交叠的这种需求当中呢，大家呢都把它统称为魔方需求。澄海是全球魔方最大的一个生产基地。那么来自于2022年的一个产业信息，澄海呢，2022年向全球输出的魔方大概在2亿个到2.3亿个之间，这么多。是。然后呢，因为魔域呢比较早就实现了智能制造，那么魔域在这个领域实现的整个魔方的销售批量是在7000多万个，对，应该是占了整个魔方供给量的30%多。这是7000万个一年是吧？对。所以呢，应该是这个数据能够更好的来展现来自于魔域目前的在市场的一个占有比重。但这个7000万个应该，我估计应该没有7000万个竞赛的，就是竞赛的魔方，应该大部分也是像刚才说的，可能以玩具来卖的是吗？它这里头分为2大部分。魔方它是一个手部的一个急速运动嘛，那么每年都有不同的爱好者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呢，会留下对这种魔方它从熟悉到玩得好，到玩得溜，到很着迷，到变成世界级的选手。那在这一块呢，对魔方的这种要求呢，它是多层次，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来自于普通的魔方，跟高级的魔方，竞赛级的魔方，这样不同档次、不同层次、不同性能、不同结构的这些魔方。这个其实跟上一个问题就是连在一起的。是的，是的，就是要有很多层次的，是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也想能够为世界的魔方界、魔友圈多做一些更好、更棒的产品，来满足大家对这一块产品性能的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研发，来推出更震撼的一些产品出来。And actually, in addition to twisty puzzles or Rubik's cubes, in fact, at Mori you have many different you have other lines of products. So, can you elaborate a little bit more? Talk maybe and share about what different kinds of products that you have other than the Rubik's cubes. 很幸运做了魔方这个行业，那么魔域文化的3大核心嘛，一个呢就是精密制造，一个呢就是工业4.0，再有一个呢就是智能互联。那么魔方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它的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的精密制造在这一块，我们已经从技术上达到了
精密程度能实现了5个缪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也就是半个 C。因为我们想让魔方在这一块能够更好的来让广泛的魔友发挥出更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在我们魔方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要求下，它是在1个 C 到2个 C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公差，它魔方就能撞得好了。我们现在在高端的魔方都是控制在1个 C 以内，甚至趋到5个缪，就是半个 C。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技术，我们开发了有积木的产品啊。那么积木大家众所周知哈，它也是一个广泛的一个市场，它能够给到人们有很多消遣的地方娱乐的地方。除了积木之外呢，我们还有来自于模尺，还有来自于华容道，还有来自于益智一类的这些个品类。那么这些品类的销售也很不错，但是呢，魔芋呢，它作为一个在魔方领域深耕的企业，在整个销售的比重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那么在整个产品链这么丰富的条件下，目前魔方跟这些其他益智类的一个占比，魔方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在我们整个公司的整个销售比重当中呢，能够达到75%以上，是来自于魔方，其他25%到30%才是其他相关的益智类的产品。但是魔芋的核心还是对魔方，对，是的啊。所以我们在魔方这个领域呢，我们深耕，然后呢，给到全球的魔友更好的一个产品，帮助全球的魔友能够创造更好的世界纪录。My last question is, what do you think, according to you, is Moyu's most successful cube or product or anything really? What do you think? 那么谈到魔方最成功的款式在这一块呢，其实呢，我们的成功也是来自于我们魔友的成功。那么大家会看到有威龙的产品啊，威龙的产品大家的破纪录不都是用我们威龙的产品吗？在这一块，我们的威龙的产品在这一块能有很好的一个性能，能够给予广泛的一个魔友更好的一个手感，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绩的发挥。那么我们的普通进驻级的魅龙的产品，也是让绝大多数刚喜欢玩魔方的人，或者说已经玩了一段时间魔方的人所喜爱的。因为呢，虽说它是一个入门级的魔方，但是呢，它同样具备了有竞赛级的一个性能。是的，是。那么这些也都来自于我们的精密制造，所以我们有比较坚实的一个技术力量从基础做好，来把整个魔方的这种结构性能来发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水准。所以总结来说，可能有2种最成功的魔方，可能第一个是威龙，是，然后第二个是魅龙，是，就2种不同的成功，是吧？没错。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I wanted to ask you today, Mr. Young,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the interview. Thank you. And if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you can always ask us, and then I can always get in touch, and we can see if we can then maybe have more discussions and explore even more about Moyu.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see you next time.